他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公子，是清雅俊秀的国风少年，是聚光灯下的百变队长。直扇画笔，以酒起舞，起舞作幕，衣袂飘扬。飘摇的神情让气氛高涨，动人的声线唤起了回响。有请本期蓝方阵营队长 Into One 刘宇。来，掌声欢迎 Into One 刘宇！欢迎！再次欢迎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刘宇，很高兴再一次来到了 QQ 名人赛。第二次来到 QQ 名人赛的感觉非常的亲切。其实平常在休息游戏的时候，我还挺喜欢上 QQ 游戏中心会玩王者呀这些游戏，不光好玩，而且还好看。其实，而且王者的很多皮肤我都非常喜欢，特别是里面带有一些东方元素的。然后今天我的对手也是一直特别尊敬的沈腾老师。除了特别喜欢他的作品之外，其实因为他的作品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所以今天我觉得也可能会给我带来胜利的快乐吧。哇！想多了。好，谢谢，欢迎小雨，来，欢迎小雨，来，腾哥，我们也回到舞台上，回到舞台中央。哎，来，有请，来，好嘞。这小雨一出场，已经迫不及待想跟小雨来聊天了哈，因为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这个 QQ 名人赛了。对，那第二次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就还是蛮亲切的，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打游戏了。迫不及待想要赢了是吗？听出来了。跟第一次相比，压力是不是大了很多？对，那确实，因为对手不一样了，对对手不一样。而且第一次跟我队友打嘛，这次跟沈腾老师打，听说他的安琪拉很厉害。还是听说，也没亲自上网上去看一看回放。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安琪拉有多厉害。可以。上次小雨是获得了一个就是新的称号，对不对？有很多朋友管你叫 K 神。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为什么获得了这个称号呢？可能上一次就是因为我上次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衣服，然后衣服上有很多钥匙。对，然后你们宿舍的钥匙。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钥匙给我带来幸运的感觉，所以今天。今天在后面又有一把，是上次那个一样的吗？还是新的？新的钥匙，这个更大了一些。所以今天又有这个 Key 的这个加持哈，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 Key 神今天在我们的峡谷当中可以拿下非常好的成绩。我们也听说小雨好像回去一直在这个提升自己，这次会祭出哪位英雄？今天呢，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会玩虞姬嘛，然后其实我把所有的射手都练了一遍，基本上没有我不会的射手了。那就很全能喽。对，比如说会跟好还是有区别的啊。好的话大概有那么个5-6个能用，5-6个玩得好，都是哪5-6个？大概介绍一下，全给你搬掉。这个现在的战术就开始出来了哈，还留有标书哈，就留一些这个包袱，到时候我们在峡谷当中来见，好不好？然后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我们所有在收看我们直播的青少年，可以玩游戏，但是一定不要沉迷游戏。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像我这把年龄了，玩几把也就玩了。对，大家一定要就是在规定这个时间之内玩一下，就是娱乐一下就好，休息一下没关系的啊。是的，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小雨其实特别喜欢腾哥，而且好像就是有不少他的表情包是吗？对，都在用。是。那今天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模仿几个呢？可以。让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表情包。来，我们是不是挑了一些表情包？第一个，这假笑。怎么？你看我真的很开心啊。对着我们的镜头。确实能看得出来。大家看截图，是假笑。来第二个，不了。这个也很还原啊。这个很像吧？这个很像，而且连那个眼睛也模仿得很到位。来第三个，可爱。好。来，今天我相信这个直播完了之后呢，又会多了很多这个 GIF 图哈，我们在手机当中又能发腾哥版的表情，也可以发小雨版的表情，大家可以斗图了。是的，那我们现在得到了最新的通知，我们的300万的人气热度已经是到了，所以我们在本轮又要开启我们300万的一个福利发送了。明星签名照，耶！开启了明星签名照，大家厉害啦，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啊！那我觉得距离突破我们的500万肯定也是不远了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稍微聊了一下，小雨现在就是射手打得比较厉害，然后腾哥的本命英雄还是安琪拉。今天小雨会针对腾哥的这个安琪拉有一些什么样的打法吗？你的2技能基本上放不到我身上。你是用的是摇吧？哇，腾很知道哎，他很懂的，真的很灵活我觉得对，有虞姬，我觉得腾哥最近可能比较火的应该不是安琪拉。是项羽，我觉得项羽在节目上那一撞之后，我觉得项羽现在好像更火了。而且对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吕布的那个大招，原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太记得吕布的大招是什么样子的。自从腾哥模仿过了之后，我每次见到一个框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吕布要过来了。好，所以今天2位还有什么这个储备的英雄有可能会上场的，可以提前说吗？一会儿赛场上见吧。之前我们2021 QQ 名人赛第2季的决赛，那在此之前，我们的红蓝阵营都各自派出了很多的这个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了竞技。那在累，呀，失策了，说早了，我这功课做的还是少了啊，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好，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在我们的今天峡谷当中能不能有逆转，好不好？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打游戏来 QQ 游戏中心，想在我们的峡谷快乐。来，站的不对，应该北部站这边。来，我们这个红方阵营跟蓝方阵营的大神都已经集结了，我们也是请双方北木，淮北木嚣张跋扈单打跑路 rap 教父是，哎呦，同时也是119段打野谢谢大家，太厉害了，厉害！北木是新疆的吗？弹舌，北方来的牧民，太上精神，欢迎北木，我们下一位来酷酷的心。我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我说，哎呀，还是有这么多大神，我肯定没有什么信心嘛。然后来到这后台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一大堆狠话就开始放出来了，就是说，哎，你不用担心，我保你，这随便打。然后说，哇，这么，这一下给我信心增加了不少。所以今天我就觉得，我也是通过一个比赛的长线也训练了一会儿吧，训练一段时间，也是葛迷你教练带我训练了一会儿，所以我觉得现在技术也是有自信的。就没有像之前来玩的时候一开始那么紧张了，现在应该就是熟练了很多，而且队友也给了很多的安全感，对不对？安全感。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嘉宾已经就是全部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嘛，也要跟大家来叫，对不对？手速没那么快。对，所以他有前面还有个前缀，要不要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 QWQ 好不好？卖萌的哭怎么哭？对。好了，委屈巴巴的啊。好，来水是什么意思？潜水就是他在里面不说话，但是他一直看着别人说话。哎，非常标准的答案啊！群里不说话就叫潜水。对，这我也知道。哎，所以这个刘宇更快一点。你会经常潜水吗？因为他们没有年龄的危机感。像我这种一定不能被时代淘汰，所以我就拼命的要懂这些道理。求生欲很强啊，求知欲也很强。来，好，第4题。QQ 里养火花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有点难哎。对，养火花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把他们4个人的话筒打开，谢谢。其他4位有知道的吗？聊天，就2个人就连续聊天。我们这边在给提示答案，我试一下。柱子说的是刘宇说，他们说2个人连续聊天叫打火花，是吗？没有。差不多，因为连续聊天，它的一个数值会生长。对，然后你的昵称后面就会出现一个火花。一直连续聊天好几天。对，所以接近正确答案。对，恭喜小李答对这题，就是你在 QQ 上连续聊天的这个天数，你超过7天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昵称旁边会出现一个小火花；如果连续超过30天，就会出现大火花。所以就是养火花就是这个意思。好，再次恭喜小雨答对这题。来，我们第5题 ，QQ 群中龙王的标识代表了什么？什么意思呢？就在群里面发言最多的人，对吧？真的。哇，是群里最牛逼的那个吗？就说话最多的那个。说话最多的那个。恭喜柱子又拿下1分，就是在昨天我们群里头发消息最多的人就是龙王。是的。那在我们 Into One 应该是 AK 吧？这就对上号了啊，确实是。所以他每天都会在里头发各种。他发的最多，就是一直就是大家在干嘛？吃了吗？都几点有空来开会？那你是潜水吗？我不是，我就是我看到消息我就会组织冒泡一下。哎，所以他是执行的那个人。嗯，好，
那刚才这个热身归热身，那我们本次游戏这个 PK 获胜阵营呢，也是可以获得1张的卡牌。是的。所以刚才这个，好，所以这个阵营就是一个热身是吗？对的。OK。所以我们的卡牌留在了下一个这个环节当中。他们其实已经就是挺熟的了嘛，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更熟、更好的去玩王者，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团战的小游戏，大家可以在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如果赢了的话，就有卡牌的。对。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团建的热身游戏，叫做名人大派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游戏的规则，我们双方阵营将进入 QQ 当中的一起派对房间，共同来进行马赛克猜图的游戏。那游戏开始前，我们双方可以来商议题目的类型。游戏开始后，根据所出题目，双方阵营来进行抢答，最终得分最高的阵营就可以获胜。没错，一会儿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创建一个房间，大家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抢答题了啊！我们现在有请工作人员上道具先，设备上台。对的，我们的这个设备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上面就已经是各位在房间里面了啊！一会儿呢，这个上面会出现一些马赛克的图样，如果你通过它这个模糊的轮廓已经知道它是什么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抢答了。是，那我们这一轮就真的能获得卡牌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来，有请我们的红方阵营来到我们的设备前，好，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我们蓝方的阵营直接就派队长自己一个人上去了吗？我们也可以去到这个设备面前啊，大家一起看一下。其实我建议可以稍微再离得近一点点。鹏哥已经戴上了眼镜了，已经开始这么快吗？没有吧？没有吧？啊，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稍微离得近一点点会更好，因为它好，倒计时啊，一样的，知道就喊出来就好了。准备开始 ，Go！ 大枣、冬枣、葡萄、板栗吧，栗冬子、板栗，恭喜我们红队拿1分。不行，我们得抢答。鸡蛋、荷包蛋、荷包蛋，对，还不对吗？家常菜，荷包蛋什么？对，鸡蛋饼、鸡蛋、再大声一点，离近一点会更好。恭喜我们红队又拿1分。那我们小雨这边要加油了，对，一定要凑近一点说。还是荷包蛋，荷包蛋，又是荷包蛋，还是荷包蛋啊！这是随机掉落的题目。相同的题呢？对，送分题啊。月饼啊，月饼啊！恭喜蓝队拿1分。有了，我们喊大声一点。咱们再大点声啊！龙虾，小龙虾，我们更大啊！咱再近了，咱近了，有了，什么？牛排，羊排，烤肉，烤鸭，就鸭脖，绝味鸭，我们不是天的吗？没事，讲啊，这是下一题。荷包蛋。今天怎么这么多蛋呢？那说清楚。这题已经出来第3次了啊！下一题，荷包蛋、月饼、大黄酥。啊，回答正确了2道题是吧？这他妈几道题？这是考我们记忆力呢，这。香肠。我卖大黄酥卖上瘾了。包子。哎呀，哇哦，慢了。是我们这边蓝队得1分。寿司。哎呀，反应很快啊！ 6的呀，厉害了。下一题，叉烧麦，冰糖烤梨。哦，可以。从来不吃烧麦啊。牛排。哎，牛排。蓝方拿1分。听考音反应。最后10秒了。冬枣、茄子、罗汉果、百香果、鸡蛋、叶蛋。啥呀？哎，栗上皇是冰城又是板栗。对的，板栗。怎么知道？就这么几道题啊！OK， 游戏结束。来。哇！那我们这边有请各位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再告诉我们的Into One刘宇。我们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比赛上。恭喜！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隐藏的玩法，就是在我们策略，但是要放在比赛当中啊，要保密一下啊，先不透露，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那我们同时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后面的比赛，来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很想付出，让我们在 QQ 名人赛相遇，一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吧。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送上的这个祝福啊！是的，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粉丝朋友们送来了祝福，这2条只是我们挑出来的。对，越多了。所以这个英雄到底今天会不会拿出来，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不过我自己觉得大概率还是会用的。如果不搬的话，如果说班位上见，那就不一样了。
就我自己的印象是，因为第一期虽然我没有他第一期来的时候，虽然哇是谁的眼神在狙击我，是谁的眼神锁定我？是的，谁的眼神在锁定我？天哪，就是这个。幸好我是坐在这个解说台上啊，我不是在舞台上，不然我看到他这个表情，我可能是没有办法专心致志的来解说了。这个眼神里面有一点杀气，对，还透露着一种自信气质。是的，还是抗路玩的非常的强，包括浩克他的木兰，也是一个天花板。腾哥这边你们有发现，他这边有3个对抗路，浩克、赖神和小雨神3个人都是主玩对抗路的。那我会不会来一个幻想，这个？选手好像在法师这个位置上，还有游走这个位置上都有点小空缺。看他打输出，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虽然说他自己玩射手位置，而对于蓝色方来说，还有射手位置的选手像库鲁多西，但是一般如果他玩到射手位置，才能给腾哥这边比较好的一个压力，以及针对他的机会。所以到底是压力还是针对他的机会，我们一会儿可以在比赛当中好好看一下。是的，我觉得就对于蓝色方这边来，无非就是说要跟着对面的打野去找节奏嘛。那我觉得对于打野来说，他非常清楚，没一点战术没聊，但是他聊没聊，咱也不知道。说实话，咱也不知道。但是对于刘宇来说，这孩子比较老实，说快截图，有肯定是有，但是呢。是这个有，但是不能说。是活动一下手指，一会儿让操作更加的便利一点。不过其实虞姬和安琪拉作为2位明星选手的一个招牌英雄，这2个英雄我觉得真的玩起来，就虽然大众的感觉上你的操作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其实玩起来都没有那么简单，还是需要很多的技巧在的。就无论是虞姬还是安琪拉大家对她的印象还就是草丛3姐妹之一嘛。只要草丛蹲得好，中路的河道视野的位置站住，然后蹲在草丛里，给路过的敌人以致命一击。是的，而且安琪拉这个英雄的话，他自己有线权，他清线很快，再加上他2技能的准度如果高了，所以这个英雄其实操作的难度和上限，包括在后期团战当中找输出位置也是非常难的。然后更说到上限，你就包括虞姬2技能抬手那一下，他其实也可以免控，而这个操作难度就更高。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你看他要面对的就是红色方这发育这些，就是拿着很多开团英雄，然后再包括其他位置上都是一些爆发比较高、刺客属性比较强的英雄，直接上来一言不合上来就干。是，就过了对线期之后，基本就是无人抱团，说打就打，然后这个兵线稍微管一管，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打架和抱团。这种情况之下呢，会导致说像那个后期，就虞姬在中期的输出量确实是让人堪忧的。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场比赛的一个 BP， 还是红蓝双方，蓝色方这边呢是刘宇的战队选择先搬马超，直接给到小雨神尊重。红色方呢是我们是腾一下他们的一个效果，多多关注，控住中路河道视野的，所以这局比赛呢，可能对于双方来说，中路的视野都是格外的重要。是这局比赛的话，因为两边从线权上来看，安琪拉这个点他肯定不会说劣于任何中单，尤其是像王昭君这种清线稍慢的中单，所以说这局的话，红色方他很有可能是有一个优先转线权就是腾哥这边红色方可能会有一个优先先去动去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对，那么到底他用这种先去动的权利能去做出什么事儿，这个就要看比如说游走他开出来的视野，或者说边路哪边有优势去帮哪边。是，而且其实打野恭喜！同时我们的蓝方阵营可以拿到这一张卡牌，那同时我们这个卡牌的数量呢，也代表了我们红蓝阵营的对抗的成绩，最终获得卡牌数更多的阵营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阵营的胜利。对，那我们的小雨刚才这局赢了之后，现在应该很开心吧？因为刚才腾哥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表情包，我真的很开心。你们太真了！我之所以还站在这儿，我就是想跟网友们打个招呼。我腾哥其实伤害很高的，就是我主要是这个英雄吧，他逃跑能力快。其实如果我要吃一套换一个别的英雄，其实早被腾哥打死了。你还带了一个闪现。对啊。所以这是套路的问题，留不住他。对，而且这一次我发现小雨比上一次来打得好很多很多。最近应该有花很多的时间在练习吧？有，就是和队友们一起练，他们也厉害了一点，就是质的飞跃，算是真的是质的飞跃。训练之后整个就不一样了。对，上次来就是真的还不是这个水平，这次来真的我们在下面看都惊呆了。
然后你们哎很过分，谁一直在针对腾哥？是谁啊？北部吧，你的劲是不是？有沈腾的大哥画脚，数不过来了，数不过来了。我不是在也行。果然没有沈腾接不了的梗，这个厉害。带着满满的怨气。对，这个哎可以的哈，表达了，既然吹了彩虹屁，又表达了自己的这又个心情，有自己的诉求。是。那我们这边小雨也得选一组，想选哪一个呢？我想选这个吧。第三，我看看还是第二个，咱选择困难症了。这个吧。好，第二个巧克力，王子微风。来，请对着腾哥说。早上起床，我吃了一口巧克力，搭上我的小汽车，吹着微风，见到了王子般的沈腾老师。哇！哎呀，行吧，不走了。这么肤浅吗？就因为这个就留下来？好，这个我觉得不在话下哈，因为这个我相信每个人对对方都有这个好感，所以他们这个彩虹屁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的。接下来有提高一下难度，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小雨可以来还原一个经典的影视剧的片段，好不好？是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个片段，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片段来看一下。过了呀。武林中有2招绝学。哎呀，一阳指和狮吼功。30年了，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变成了1整招。看好了。你过来呀！来了，我有点难哎。要在本尊面前来还原他这一段。腾哥，这段精髓是什么？这段有什么精髓啊？模仿样的也。精髓哈，腾哥说了，在手指上，然后这个台词在提词器上。来，小雨，我们有点长，我们往前一小步，好不好？好，来，准备好了吗？我们来还原一下。3、2、1 ，Action！ 从古至今，武林中有2招绝学，一阳指和狮吼功。30年了，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看好了，自带音效。你过来啊！哇！可以。腾哥点评一下，这要是被我们当时的导演看见了，恐怕就不会用我了。因为他的这个手指会拐弯。哎，非常高的评价了，我相信这个今天大家都是不远万里要来杀我，哇！我真的是。小雨也是太强了，看来每个人都是有一些阴影的。是的啊。好，那看来就刚才这一轮真的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游戏的快一步。好，所以我们是我们不是要抢到位置。哎，又看到了我们刘宇这边非常有自信的眼神。哇，这个感觉又是充满杀气。你看，感觉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在舞台上唯唯诺诺，赛场上重拳出击。他舞台上，你看这个表情，台位间让小伙伴去学习的就是他是闷声发大财嘛。队友都其实对面都在针对自己的队友，针对北木的信嘛。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下路疯狂的发育，包括太乙真人对他的保护也做的是比较好的。好了，第一局呢已经过去了，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来看双方第2局的一个 BP， 会不会像我们猜测？老虎孙尚香，哎呦，这一手出来的话，我觉得蓝色方他现在就是这个攻击性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就是冲着在前期都打一个非常好的配合，因为他是要完全跟到对方的针对性。我现在都不敢就是往上看，你知道吗？一看我就感觉婉儿在那飞，在天上飞。我刚才叫的车给小 WQ6鱼。哎呀，真是不行！是不是觉得感受到了刚才安琪拉被针对的那个感觉？对，还蛮难受的，就感觉输出不出来。腾哥已经收获了非常多的喜悦，很像不怎么往前跑，太含蓄了。我们这个要大步向前。我真听不出来刚才那是什么英雄。这局我觉得这个emoji的表情，这个小雨先是什么？娜可露露。两个字。对，两个字。对，一个表情代表一个字。第一个是什么？音效。
兽，不会是云中君吧？红方阵营有没有？红方有知道的吗？来，大家脑洞可以再大一些。雄方貂蝉鱼啊，周瑜，这是周瑜，恭喜小雨、艾琳，哇，小雨脑洞打开了。小雨脑洞可以的，这脑洞真可以。我王子男的是个男的，4个字，照着这个读，对照着这个读，是个男的。剑书武剑又称什么？剑什么剑？剑还有一个别名。鲁班大师不对，不对，什么剑？鲁班7号，就是啥都可以出来，这什么套路都可以出来。我就是乖乖打射手。好，还是打自己擅长的射手。我按到装备栏，或者说按到什么乱七八糟的按键，有一次甚至还把我按退出到了我的桌面，啊，我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哇塞，啊，我们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啊，就看一下这局，刘宇他到底这个射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待遇，或者到底能不能发育起来？而且第一局比赛其实他的虞姬嘛，大家相信都是有目共睹的，很多操作的细节，包括确实能够发现玩的非常的好，对对对，聪明的啊，这种突连体系啊，是这想拿什么呢？就随大家开心啊。刚才呢虽然说表扬了刘宇2句，啊，刘宇很羞涩，不过没关系，放松心态，大家就当玩嘛，都是朋友一起来，就是欢聚一堂，打一场游戏，既是游戏又是竞技。这局感受就是还是挺爽的，就是能感受到其实之前我们训练是有一些成果的嘛，然后看到职业选手其实时隔很多时间，然后又和他们一起打的时候，就感觉啊，他们其实每天训练的都非常有素啊，然后包括他们展现出来各种操作，其实跟我们都不太一样。所以还很尊敬他们，然后很厉害，有收获的哈。来，我们红方阵营这边，确实来哦，来了。 2 into 1，大鱼，对。德P 加油哦！好多舞台，这个经典的舞台的形象，天下无错啊！这是在我们 QQ 明星赛的现场的，对哦，这是个啥？力变山这一句刘宇值得，哇！你看小雨这边都好多都是很帅的那种啊。对，这边画风看起来就相对于复杂一些。腾哥那边也是。对，腾哥这边我那个只有复杂，难为腾哥当年是吧？K 神出征，寸草不生，健康顺遂。烦恼拜拜，这也是非常有幸的。来，小雨，感觉怎么样？对，看完这么多的画作，有什么想说？他确实把我好多就是在舞台上的一些瞬间都记录下来，很用心，而且画的也很好。这真的是用像素画出来的，是的，真的很厉害。如果是我的话，肯定画不出来。那一会儿话不要说太早，一会儿我们就让2位来试一下，好不好？哎呦，小雨压力又大了，我的美术底子一星儿。小雨，看得出来美术功底很强。我就用小雨签完，我就用小雨那个就行了。可以。好的，帮我把这拿走。好了，这个有点对，我们看燃手来。腾哥这里有，对。那我们这个大家看到了，这边是小雨的一个签名的像素画啊。我们后面呢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给大家送出去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的 QQ 宝藏公众号，在下一期我们会把这个宝藏以不同的方式送给大家的啊。是，然后腾哥跟大家展示一下，来，我帮您手起。挺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像就是现代版的网络版的十字绣，对，换了一个方式来绣。腾哥说：“没想到我逃过了十字绣，今天在台上又逃过这个像素画。”对。腾哥现在是在小雨的脸上盲点啊。4方的嘴。那我们也请这个腾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很炫酷。今天就是给腾哥画了一个比较浓密的眉毛，是照着画的。然后呢，我也想他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那种笑口常开的，一看就让人很开心，所以我就给他画了一个特别开心的大嘴巴。但是我觉得这个画的底下呢，我觉得这个发际线太高了，我决定给他后期再给他修一修，再补一补。对，对，这个不是太像。你看这个后际是后际线，这不是发际线，这是后际线。好的，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来保管一下这2幅画作哈，非常有爱2幅画作。来，请帮我们保管一下。我们刚才只是请2位就是分享了一下各自的创作理念，都很艺术啊，但是也没有问过就是本人
对于和沈腾老师稍微抖了一下，是还真的还很可以可以，挺酷的，酷的，真的，这个嘴巴里吃了个蓝色的，对，这是有非常好的寓意，是可以是精灵，哇，对，你看好会说，哎，蓝色的精灵，而且你又是我脸怎么那么黑呀？赢了比赛，这些都不重要了。对，这个就是啊，我们刚才观看嘛，所以就是5连拍吧，5连拍， 5连拍。好，那请小雨往前一步，上前一步。哎，沈腾老师跟我一起来了，要一起吗？好吧，啊，一起跟我一起5连拍吗？要一起吗？我这动作你5连拍完了，我一个还没摆好呢。来吧，我试试啊，试一下哈。来，3、2、1，第一张。啊。好，第二张。第二张。哎呦，这是连拍吗？5连拍是这样的吗？两个人各拍各的啊。对，第三张。第三张。第四张。哎呦，第5张。第5张。终于有点合作的那个感觉了。我这都是80年代末的海报什么的。就是大家看一下两边的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哈。对，自己拍自己的。那我们要恭喜蓝方阵营成为我们本赛季的获胜阵营，恭喜我们的蓝方阵营！恭喜我们的蓝方阵营！银突万6鱼，对，高兴的跳了起来。是，我们要恭喜我们本赛季哈，第2赛季获得我们获胜的阵营就是我们的蓝方的阵营，所以我们的双方阵营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先问获胜，开不开心？小雨，哎呀，真的是感谢我之前的蓝方的队友们，感谢你们在这个舞台上努力的洒下了你们的血汗，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在眼中。身为队长，我觉得你们太棒了。好，开心，来，恭喜！接下来我们的红方阵营，今天我们虽然获胜了，但是稍微可惜一点点，是我们整个赛季累积下来稍微输了那么一点点。哎，但是腾哥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红方阵营说？感谢红方小雨在路人局里面，我觉得起码是一个初级王者的水平。哇，很高的一个评价，很高的评价。小雨今天遇到了腾哥，有什么样的感受？他第一局的那个安琪拉可能也是个烟雾弹，我觉得。后面几局一个吕布，一个钟馗，哇，这个压慑力。我人本身就是一个烟雾弹。他拿这个钩子，我跟你说，他也不勾人，他就在那转，然后我们没人敢出去了。他就是一个时尚，你们对，他就是一个时尚单品而已。对。那刚才说了，就是造句能力很强，位分别给我们 QQ 现在在现场编一个 slogan 吧。对，现场发挥。既然是我们的 QQ 名人赛，那我们也请2位我们的队长给大家来编一个这个 QQ 的 slogan， 好不好？来，我们小雨吧。那就获胜方先来吧，好不好？那就有什么关键词儿什么的？哎，没有，这次没词儿了。他现编啊。王者聚集。不是 QQ 的 slogan， 哎呀，这是直接说我们节目的 slogan 了。QQ 的 slogan， 给大家一点点思考的时间。这些年一直用 QQ，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的 slogan 是王牌聚集，开战无敌，就不能抄这个作业了。对，这是 QQ 名人赛的 slogan。是的，给 QQ 一个 slogan。对。简单的或者是长的都可以。QQ 嘎嘎好用啊！我看谁在座的各位不用 QQ 啊 ？QQ 好用。对，slogan 略长，略长的 slogan。队长也可以给他简化一下。嘎嘎好用。Q 你一下就到你心里喽。什么？Q 你一下就到你心里喽。哎呦 ，Q 到他们了。对，这是钟馗吧 ？Q 你一下就到我这。腾哥。给了一个非常这个喜气的一个 slogan。那如果今天我们回去要发一个微博的话，2位都会在微博上面配什么样的文字，然后用什么样的图片呢？这图片好多呀。对，文字呢？来，这个我们请腾哥先回答吧。如果要发一条微博的话，动图疯狂回放。那个瞬间清爽吧。来，小雨，如果要发图文会发什么？我就发我拿3杀的那一波截图吧。4杀，差点不能输。差点5杀。文字呢？文字可能4杀，真的差点5杀。哎呀，安琪拉好像也就那样吧。
谁也没有输啊。对，这个不能输，不能输，两个人的这个气势都要有。好的，那今天我觉得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那我们2021 QQ 名人赛第2季全明星王牌赛王者荣耀项目的总决赛就到此圆满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所有红蓝阵营的明星嘉宾以及主播大神的精彩表现。那稍后我们还继续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王者荣耀主播对抗赛的季军赛以及决赛，不要走开，千万不要走开，拜拜。拜拜。